眼前这个水母是不是有点熟悉？没错，它就是大雄。这天，就在胖虎和小夫憧憬着刺激的冒险之旅，准备迎着风浪化身不畏艰险的冒险队去前方一探究竟的时候，咔嚓一声响，幻想的泡泡惨遭戳破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两人立马转身质问起了哆啦 A 梦。原来这都是因为大家说想来一场轻松愉快的冒险，所以哆啦 A 梦特意准备了道具适度宝岛，这样他们就能经历一场适度的冒险了。不得不说，一想到没有猛兽，静香就觉得身心愉悦呢。大雄反常的对没有紧张刺激的冒险表示起了遗憾。哎，要不是看你笑得那么开心，我差一点就相信了。与此同时，海里一个粉色的鱼鳍正在朝他们靠近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黑色的身影一跃而起，对准大雄就来了个暴击，吓得他立马弹了出去，大喊一声：“有野兽啊！”哆啦 A 梦等人应声转过头来，却发现来者竟然看起来就很人畜无害。哆啦 A 梦立刻介绍起了他的身份，原来他就是今天适度宝岛的引路人杜杜。杜杜对着大雄几人来了个可爱的摘帽礼，引来一波静香的夸赞。就这样，哆啦 A 梦5人的适度冒险正式开展。杜杜扑通一声就跳进沙滩，开启了引路模式。胖虎几人跃跃欲试，而大雄却十分震惊，毕竟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可以直接在地面上游泳的生物呢。很快，全副武装的胖虎和小夫就摩拳擦掌地站在了树丛前。可当他们准备身先士卒，做个探路急先锋时，杜杜的话语突然传来，指着路标把他俩扯回了正道。紧接着，大雄几人走到了悬崖边上，胖虎摘下眼罩就和小夫往下看了下去。这完全就是深不见底啊！要是不小心从横着的树干上掉了下去，怕是会粉身碎骨吧。但身为适度冒险的引路人，杜杜怎么能让他们冒这种险呢？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带着大雄几人走起了顺路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大家会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一想到这儿，静香3人就十分满意，但胖虎和小夫却直接陷入了自闭。接下来5人还遇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流，跟和平稳前进的他们半点关系也没有。当然陡峭的攀登也是如此，大雄几人坐着自动扶梯就上了山，连步子都不用迈，毕竟冒险要适度嘛。可这也太无聊了吧，胖虎都打起瞌睡来了。很快，在杜杜的带领下，大雄5人顺利登顶，来到了宝藏区。哆啦 A 梦立刻就准备用喷射地术拔出宝藏，却直接遭到了杜杜的阻拦。因为想得到这次冒险的宝藏，只能使用他从帽子里拿出的道具。好吧，没办法了，哆啦 A 梦只得开始抽签，成功得到一个派对用文字接龙变身胶囊。根据杜杜的表述，他们可以通过接龙变成道具，从而寻找隐藏着的宝藏。说干就干，选定哆啦 A 梦成为挖掘人后，大雄4人就吞下胶囊，从海豚开始玩起了文字接龙。胖虎首先出战，随着青蛙一词的掉落，他成功变身。接下来静香也变成了一个嵌着红宝石的戒指。小夫不甘落后，想到了椅子这个词语，大雄却突然卡了壳。哪怕小夫拼命提示有一个可以用来挖掘的道具，他也只憋出了一个拖鞋，顿时就把青蛙胖虎气到开始张牙舞爪。小夫也无奈了，明明就有个现成的词铁锹啊，没办法了，只得重新开始游戏。胖虎以内裤成功开头，静香和小夫紧接着来了个积木和果果，才成功让大雄变成了一个铁锹。就这样，在大雄都殷切的期盼下，哆啦 A 梦顺利用大雄挖出了宝藏。现在只要大家一起说一句找到宝藏了，静香几人就能变回原样了，好像也没有多难嘛。随着杜杜拉响礼炮，大雄几人成功打开了精美的宝箱。但是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呀？豆豆牌、钥匙圈、硬币巧克力、手指人形、七巧板拼图 ，Oh my god！ 所以这个所谓的宝藏就是适度宝岛限定版和杜杜周边附带箱，也太敷衍了吧！大雄几人彻底无语了。回到船上，胖虎直接暴走，他想要来一场紧张刺激的大冒险。小夫也立马表示这宝藏也太廉价了吧，可哆啦 A 梦却表示这就是安全模式下的冒险，想要拿到高价宝物，除非开启困难模式。这正好合了胖虎跟小夫的心意，连忙就让哆啦 A 梦将设定变更成了困难模式。刹那间乌云密布，就连上场的杜杜也变得凶猛起来。一番自我介绍，
杜杜指出了宝藏所在，隐匿于光，埋藏于暗的洞穴深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谜语瞬间就使得第二次冒险变得高级了起来。伴随着胖虎的天籁之音，5人扬帆起航，开启了自己的冒险之旅。小夫几人一中招，立马就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而可怜的杜杜直接晕菜，瘫倒在了甲板上。就在此时，暴风雨正式进入了加载，胖虎停止了灵魂吟唱，冒险船随着海浪跌宕起伏。哆啦 A 梦立刻就想拿出道具，却直接遭到了杜杜的阻拦，因为道具得靠抽签啊！没办法，哆啦 A 梦再次伸出了自己的小爪子，成功获得道具风神扇，只要轻轻一扇就能扇出猛烈的风。但是现在用它是想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吗？小夫立刻提出自己的建议，或许对着风扇能够用对冲减少风力。胖虎觉得很有道理，拿着风神扇就是一记猛扇，不仅成功把风神扇甩了出去，还形成了龙卷风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凡和龟杆受到摧残，船转眼就进了水。与此同时，杜杜还在喊口号，让他们齐心协力共度难关。难道只能坐以待毙了吗？哆啦 A 梦再次抽起了签，派对用文字接龙变身胶囊，这有什么用？胖虎直接抢过杜杜的帽子，试图弄个好道具，却意外发现帽子里根本就只有2个道具。还是开始文字接龙吧，但这次只能变成海洋生物了。就这样，游戏再次从海豚开始，静香变成了鲸鱼，胖虎成为了海豹，哆啦 A 梦和小夫也立刻化身沙丁鱼和鲨鱼。可怜的大雄再次吃了没文化的亏，卡壳的时候，龟盖还直接朝他猛地砸了过来。要不是危难之际，他的潜力被激发，想出了水母这个词，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了。真是想想就不由得为自己的机智所折服啊！大雄开心的都想在海底睡个懒觉了。突然，杜杜再次出现，他们得继续去寻找宝藏了。想到这儿，大家就倍感兴奋。但有一说一，大雄游的也太慢了吧！好在风神扇及时出现，成为了大雄的助力。他一马当先，瞬间就超过了胖虎他们。结果日常操作再次上线，大雄的老毛病又犯了，直接开始得意忘形起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直接弄出一条水龙，难以自控的和地面来了个狠狠的亲密接触，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的大雄，还热切的和鲸鱼的眼睛打起了招呼，一顿敲门，成功将其唤醒，来了场追逐之战。没多久，他便被鲸鱼吞入腹中，要不是静香4人躲闪其时，他也难逃此劫。但鲸鱼也是个讲理的主，解决掉非礼自己的大雄后，便结束了战斗。突然，小夫想起了一些鲸鱼的相关知识，为了能够藏在从水面照射下来的光里，鲸鱼的肚子是白色的，它的背部是黑色的，可以帮它躲在海中的阴影里。难道宝藏和大雄一起藏在鲸鱼的体内吗？大家的兴致再次迸发，利用文字接龙，成功变成了鲸鱼的食物，赢家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鲸鱼瞬间出动，将它们吞入口中。不一会儿，4人便成功找到了大雄，还利用风神扇直接卷起一道水龙，来到了宝箱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随着大雄几人再次说出找到宝箱了这句话，他们立刻在宝箱上叠起了罗汉，弄得静香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就在他们准备打开宝箱的时候，鲸鱼开始往海底下潜了，他们必须赶紧出去。大雄提议利用鲸鱼的喷水，咻的一下飞出去，但哆啦 A 梦却指出喷气发生在肺部，而他们现在在胃里，根本就不可能啊！好在小夫发现鲸鱼可以听见体内的声音，所以他们决定背水一战，不成功变成人，直接让胖虎高歌一曲，结果也很给力。胖虎的歌声把鲸鱼成功吓一跳，最后主动将他们吐出去。就这样，在杜杜以为大雄几人已经遇难的时候，他们再次出现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因为遇到强大攻击，就在哆啦 A 梦打开宝箱的时候，冒险再次变更为安全模式，5人又一次获得适度宝岛限定版，真是白忙一场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冒险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